很多小兄弟说，总有一些时间他只能够单排，那该用什么英雄上分呢？我告诉你，就用他没有错，就是我们的凯格路士。这个英雄你只要单机你自己会玩，你就可以赢，没有错。这一次到底该怎么完成最高输出 MVP， 还有什么该拿的都拿了，狂推塔一个人砍5个人呢？怎么出装，怎么奥义，怎么魔文啊？背后的概念，他打什么英雄好，被什么英雄克，他克什么英雄呢？好好享受吧。看到 L 草油集结来手，一技能往前，2技能不断的砍，把你4声镰刀打出来，再把你人头收掉之后，再把对面穆加爵一并拿下。看到对面熊猫直接往里面砍，把它收掉之后，这个卡里纳卡想要切我们，可是不怕一个打2个，不断的砍，把对面直接一换4。这里看到又有集结，把蓝 buff 先拿掉，狂暴之手直接出来，再把对面的穆加爵收掉，不断的砍对面的小萝莉来手千居神雷把它收下。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凯格路士走凯撒路的实战解说。那这一次我们说一下出装方面，我们呢会出一个物防鞋，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凯格路士它是有面控的大招啊，而韧性啊，我们呢很稳重的，不会很任性，所以这个魔防鞋的韧性这一次没什么卵用了，这一次直接物防鞋就可以。而对面呢，凯撒路出现2个敌人呢，感觉呢塔拉应该是这一把玩的是辅助，而对面的这位熊猫才是凯撒路的。可是呢，他们这样的打法整理下路兵线的话呢，0秒啊，不要跟他们抢。况且凯格路士是一个后期的英雄。如果还没订阅窝频道的话，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看到呢对面的熊猫，他不太敢走出来，是因为他有感觉可能这一波我们的打野呢差不多要来 gank 了。而凯格路士这个英雄的心得就是农啊，不断的农到你的龙骨剑出来，差不多就可以打了。这里看到一个很好的进场机会，不要啰嗦，直接把对面的科里纳卡收掉，再把对面的主卡啊2位卡都收掉了。回手呢，我们再去把兵线整理，要不要去拆塔？答案是不要，兵线不够多啊，再加上我们呢对面对线前期复活的时间点会很快的，所以呢如果直接去拆塔意义不大，反倒是呢有什么地图物件拿啊，0秒先拿。如果待会我们要去偷 buff 啊，那也起码有个视野。那第2件呢就是龙骨剑了。龙骨剑这个装备对于凯格路士来说呢很重要，因为有吸血，有攻速，有增加物理攻击，还有被动让他呢切坦克很好的切，所以也不至于说切不动坦克。那这里看到对面的科里纳卡，他没有蓝啦，其实这一波是很可以打的。不过呢，法师小兄弟这一波他没有要打我们就会被回包，真的可以打，不要以为呢对面很多英雄科里纳卡只是摆设，他并没有蓝 buff， 没有蓝 buff 的状况，很容易就能够切他了。第3件装备就来个冬日战服，因为呢这个英雄如果你粘人的能力不够，很难去把对面呢收割的。这里呢把对面穆加爵拿下，
就不必再去猜中塔，猜不掉，反而是可以回去我们的下路整理一波兵线。那第4件装备呢？就出个狂暴啊，狂暴之手。那狂暴之手呢，就使得我们呢可以吸血吸多一点啊。我们也有一个攻击还有物理防御的加成，那就很好，很符合我们凯格路士的属性值。把兵线不断的整理完之后，我们就有这个优先权可以去做其他事。那样的话呢，我们的发育起来就会比对面快得多。而我们凯格路士又是发育起来特别凶猛的那一种怪兽，所以的话，不断的农就是对凯格路士一个很大的心得。对面中路下来，打野下来，凯下路也下来，而我们只有一个人，中路小兄弟也没有下来的话，这个塔只能放不要以为呢凯格路士一个人能不能把这个塔守住呢？即便可以，也要用命换，而且塔也会只剩下那一丢丢的这个血量，这样的拼不太值得。如果是2个英雄那还可以，3个那就算了吧。看到对面那么多英雄一技能往前，开启我们的大招免疫控制，再把对面2位小老弟小兄弟这么的拿下了。回首看到有个小野怪，也去拿吧，有经济的东西就去拿，稳稳的发育，而且要探一下这个草丛说不定还有其他英雄蹲在这里回首把兵线不断的整理，现在呢我们是最有钱的那一个。而第5件呢装备大家可以出破阵，可以出天虫云。天虫云的话呢，你打对面的这个前排会比较痛。比方说，如果对面是叶娜、飞类之类的，虽然我们的凯格路士它是有打磨伤的，那如果你有一点的物理穿透，你在误伤那一趴也会打得比较好一点。看到那么多小兄弟，先砍一个，这个宠物不用理他，反倒是2位小兄弟，这里我们该打吗？绝对该不用怕，先把一个收完，再收一个，再收一个，那就直接换掉4个人头了轻轻松松没毛病。那小野怪反不反呢？这个可以留给我们的小兄弟去做。我们呢首要任务是去把下路这个兵线去带起来，拆掉外塔。刚刚说的天虫云还有这个破阵之间的选择那刚刚说了天虫云的好处就是如果你对面的真的很坦，你砍不动你就可以来个天虫云。如果对面这个物防都不高没什么高物防的，那你就可以来个破阵，因为破阵呢它的被动是蛮好的，让我们凯格路士呢能够在支援性会很高，跑速呢因为会在拖战的时候增加。那如果中路打起团战或者是在野区打起团战，那也能够更快的去支援了。那当中的取舍真的就取决于那一局你的对线，或者是对面整体到底坦度高不高。那看到呢在红这个蓝区有集结，要不要进场呢？小兄弟这里我们只有3位英雄，那对面呢已经察觉到我们的存在，可以打的，这里是可以打的，先一技能起手，那对面直接就逃了。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冬日战斧的被动一刷呢，对面就已经会被还速，很好了。这里再把对面的木加爵收掉之后，还有一个小萝莉
那他直接逃回塔内的话，还有个千钧神雷去牵他，那就可以，不必一定要自己去尾刀啊。然后看到飞起来甲虫，可是我们是不怕的，我们这个英雄一点也不怕啊。因为如果你要跟凯格路士啊，要么你就一下把它切死，如果你要跟他慢慢的去粘来粘去，不断的跟他消耗，绝对消耗不过，除非你能够风筝他。最后一件装备呢，取决于你自己到底想要呢高一点的输出，还是要有容错率呢？容错率的话，复活甲如果容错率你不要那么高那你就可以出个王者剑，最大化自己的伤害，无论是物防还是魔防，只要对面的生命值是低的时候呢，你都会打得更痛。这里再把对面小野怪一并反掉，只要是能够有经济的东西，都不要让对面拿得到，这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对面的穆加爵5人都集结了，我们直接保护卡芬尼，不断的砍一个2个，哇，这样的砍再砍一个，哇，来一手把对面这么多英雄砍掉。没有小兄弟这个时间点跟过来没所谓，一个人把5个小兄弟搭配朝云小兄弟后来赶上的全部收光光，再把对面主堡直接拆掉，赢得这场游戏的胜利，还有最高输出 MVP。 那他克什么英雄呢？他克小青迪拉克或者是伊夏，那他会被特尔安纳斯或者是亥雅所克。那他应该搭什么英雄呢？他应该搭佩纳或者提米之类的英雄让他能够续航力增加的。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Team 的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